后面的车库给其他的车子挡住了。这门都没有关。那个女的很厉害，是全剑桥大学的第1名。毕业的时候，可能2007还是2006吧。桌子还是同一个桌子，椅子也是同一个。那么这个你们刚才见到了97岁的那个人。只不过这个是2016 9年前拍的。其他的这是也是做过副院长了。这是我，他是现在98岁，他97岁。这个98岁的人。都还经常来学院。经常来。这是这个另外一个院士的书房，跟这个书房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窗子的形状跟那个一样。这都是我们，这是也是前任的副院长。这是最新的照片。他很爱喝酒，你看，你一看就看得出。醉翁。这两个画是连珠的画的。这个国画，这个是可以，这是他的第一幅画《黄山》，那个是他最后一幅画，是张家界。这就是他3个女儿。这是连珠太太。那是我妈妈100岁生日，她100岁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超导体的模型，的分子结构。那个是我小女儿那个做建筑师的画的，她那时候才11、12岁，画的很不错。这院长跟系主任，他也是物理系系主任，也是诺贝尔奖的。这个照片很好玩。这个照片呢，一个是 Mott 固体物理的这个先驱人物吧，权威人物。那么他也是这的院长，也是物理系的系主任。那个中间的是氢弹的发明人。Edward Teller 刚从香港回来，星期1回来的。我那天可能也说了，我一个姐姐比我大8岁的姐姐，93岁了，今年在香港。那么她的生日刚好是7月底，所以我一般能去我就去，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香港有很多同学，中学同学，几乎有1000个中学同学。我们都很怀旧嘛，因为我们的学校只成立了20年，只存在了20年，所以大家都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稀有动物了。校友的人数越来越少，所以呢，能够聚会，大家在一起，吃喝谈天，怀旧一下，都觉得很难得。第三呢，我是港大的荣誉教授跟院士，所以
给我很多方便，我在那边住宿啊等等都是很方便，所以就觉得没什么麻烦。去别的地方还要找住宿的问题啊，解决住宿问题什么什么等等。那么在港大呢，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也是一种吸引力。我从来没有在没在香港生活过，也没在大陆生活过，我们同学经常说印尼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其实印尼是第一故乡，不过因为我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对主家的观念很强，所以呢回去总是觉得很亲切，特别是特别不是大城市的地方，大城市就无所谓，每个大城市全世界都一样，都是高楼大厦这些等等，交通非常麻烦等。你去到乡下那个人土那种味道什么等等就不一样了。我们小时候长大就是在父母亲的气概上听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他们也不是，我是第4代，我父母亲就第3代了，所以他们也不是那边出世那边长的。不过那时候的人呢，成长的这个过程里头，10多岁总要回去在家里，就好像现在讲的下放1年，在农村里边下放1年，过一点农村生活这样。那他们总是讲那些故事，我们小时候就从小听到大。很好笑的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呢，因为听多了嘛，他们说这过一条街转个弯有一个井，有一棵大松树什么等等。那我回去的时候，我当然第一次嘛，那个招待我们的那个侨务委员会的人呢，就带我去走啊。那我说我看我认得出这是什么地方。我说你转个弯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树还是井？他们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说是这样的，就是有这种的乡土家乡观念很强。那您第一次回到那个就是中国那边，广东那边的梅州，对吧？您上次说是？现在叫梅州。现在叫梅州。我们以前首先叫嘉应州。所以那个梅州大学呢的最先的名字叫嘉应大学，或者嘉应州大学，可能是嘉应大学吧。我去的时候是1986年，迟了啊。那时候还叫嘉应大学。我们南洋的生活比较写意，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什么这个利益竞争的这个问题，人跟人之间呢就很容易相合，一般来说，当然有例外的，我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南洋的人呢是非常那个注重或者重视人情，祖宗这些东西，对我们对人情的这种重视远远超过很多别的地方的人。首先呢，移民的性格，最典型的移民的性格就是不怕，都敢出去闯世界，这个是移民的一个很基本很根本的性格。那么客家人呢，因为在国内生活很难，山多田少，所以一定要出去找饭吃。那么出去找饭吃，出去的呢一般都是有它的优越点。
包括我们比方能来英国也好，英国的这些学者啊，美国的移民，我不包括那些有钱人送孩子出去读书的那些人，一般人都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那种奋斗的精神，奋斗不等于竞争，就是他们不怕吃苦啊，这个精神很重要。这是第二点呢，因为父辈爷爷辈都是到处跑的嘛，哪有找得到饭吃就去哪找生活，我们也就是这样很开放的，对地方啊人啊等等，而且很重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不是现在大陆讲关系那种关系，就是有人情的人情关系，那很重要。那我自己是第4代华侨了，我自己呢是虽然是4代了，从我的曾祖父在义和团时代1880几年的时候出来的，我们有分成2个群体，一个群体呢就是很快就跟当地人融合啊，变成叫做怎么说呢，就跟当地人通婚啊，文化上什么都跟接近于当地人，讲当地的话，在荷兰人殖民地时期呢，就学荷兰文，那么他们要是有能力受教育以后出来就是出来就做公务员，荷兰人没有几个人嘛，他们怎么去殖民，怎么去统治这个国家呢？他们就是用这些人，用这些华人，有一点有教育的华人，那么他们可能会说一些中国话，会说印尼话，会说荷文，那么他们是最好的一个做公务员的这个材料。我们呢又不一样，我们是一直都坚持保持中国文化，就像我中小学都是中文学校读的，中小学毕业的，但是一直都是保持我们的习俗啊文化都是就是中国的一样，所以很多地方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如果你要是看到我们呢，你最多能够跟你爷爷辈或者曾祖父辈的人的那种生活习惯、人情风事相比较，跟现在的大陆人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算是那种老一辈的人，不是因为我的年龄大，我是说从那边来的。当然印尼排华以后，他的政府的政策不让这些华人读中文等等，这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最近的发展。我成长的时候，我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奇怪奇特的一个年代，可是乱世年代。为什么呢？那时候第2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所以一切都还很乱。反殖民地战争，印尼要独立，这个反殖民地一个事情，还有中国人要恢复中文教育办校，怎么办校，还有什么那个城市里边呢都人口突然间暴涨，当然新中国成立1949年成立，然后朝鲜战争，还有什么冷战啊，等等，都让我们呢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些事情呢很敏感。我们很小10岁的小孩子就对政治非常敏感，
每天读报纸都有说，哦，那时候的苏联的这个原子弹又多的爆炸力又多了几千吨，美国的下一天，美国的又多了几千吨，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东西呢，当然有左派右派，等等，所发出来的新闻等都有真有假，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会怎么在我们有限的这个条件下，怎么去分辨是非，怎么去分辨真情报、假情报等等。这一点呢，也是当然因人而异了。有最基本的就是，是不是符合这个普通常识？很多新闻爆出来，根本就说这个太不合理了，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自己要能够做一点分辨。但是呢，这种能力呢，从很小就已经慢慢的养成了。质疑的精神，但你又不能够一直什么都质疑。不过你有的重要的东西你是要好好的考虑，是这个很重要。我的家庭是一个稍微中下经济能力来说是中下中等家庭，但是在稍微靠低一点的。因为我父亲一直生病，没办法工作，那么当时没有什么药等等，这些医疗都很差，所以我母亲要找维生。那我特别是自从我哥哥姐姐，我有一个哥哥跟2个姐姐都回国了升学，那时候的要讲这些继续讲刚才的学校的事情。我的学校是左派学校，所以同学绝大部分高中毕业以后就回国升学，回国升学的那种吸引力是非常厉害的，因为第一是建设新中国，第二呢也是唯一的能够升学的出路，很便宜，只要有钱买船票，你就可以回去了。回到国内去，甚至还有给学生还有津贴的，那时候还有15块钱、18块钱，一个月的津贴。那个时候50年代的时候，要不然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升学。工作以后，他们做大学讲师，那我记得我的姐姐哥哥叫大学讲师也不过40-50块钱，那很多了。我其实不是在雅加达出世的，我是在巨港。我不知道你听过巨港这个地方吗？巨港是印尼有2个古都，一个在中爪哇的叫做Yogyakarta，一个就是巨港在苏门答腊，那么我在巨港出世。日本南侵的时候呢，我们就逃了，逃难到爪哇岛，然后才住在雅加达。所以后来就在雅加达长大，住了10多年，一直到来英国为止。那么我刚才已经说了，打仗的时候跟战后的十几年的那个时代呢，是一方面是战乱，也已经没有开始还有战，从45年到49年是战，因为是印尼的独立战争。在后来的就中国人当中呢，华人当中就是左右派斗，一个是台湾的，一个是大陆的，整天都是斗，两边各有各的报纸，各有各的学校，他各说各的，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所以我刚才说的，我们要学会怎么去分辨，一定要有仔细观察、安静的观察的一种态度。那么后来我来到英国也是比较少有的，
我小的时候，那天也说过了，我其实是有一点自闭的问题，那么这个自闭的问题，开始的时候给我是很头痛的，因为我不让人管教我，父母亲也管不了我，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不干的，我只能够人家要是好好的启发我、影响我，那有作用。要是命令我做什么，那绝对干不了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嘛，有2-3年，年年都是不及格的，可以说我没有，结果我没有做留班，是因为那个是很乱的年代，你在一个学校的留班的这个成绩啊，但是你可以自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你就不留了，但是那个学校的等级不一样了，我在这个学校不及格了，我转到另外一个学校，结果也是不及格，我又倒回这学校，所以转了2-3次，就是这样。那么很幸运的，我就是我这里面也提到很多，我真的是一辈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碰到贵人，也先是一个启发我的老师，那么讲了一些关于数理化的东西，我突然间让我看到数理化的这个原理里头的这种逻辑性，而且能够把它推广，更重要的是推广呢，给一个年轻的小孩子、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吸引他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总想到下一步是什么，他怎么去发展，怎么去推，不单单是他的逻辑就是解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存在的现象，有逻辑性的把它解释，但是解释清楚了以后呢，你会问自己下一步什么，它会变成怎样的？这个呢，对小孩子的这种吸引力很大，那也就是对我的吸引力了。所以我从很小呢就对数理化发生兴趣，而且对教师这个行业这个职业也非常的就是那时候就一辈子都是想我在想着我要做像我的那个老师一样，能够启发一个人，那么一有了得到这种启发以后，我就变成不同的人了。这个老师是在您几岁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11岁的时候吧，也是很凑巧。我不是说很乱吗？乱的意思呢，就是有的老师的这个月薪有的时候就不还了，根本就没钱嘛，学校没钱还月薪了。有的老师今天来了，明天不一定来，你就不知道怎样。这个老师呢是也是代课的老师，讲算术。那么那时候讲到算术，说他因为他是代课的，可能他自己也没什么好讲，不知道要找个什么题目，结果他就讲那个等号的重要性。这个等号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看看等号有什么了不起呢？可是对一个从来对学习不感兴趣的像我这样的学生呢，这个等号很重要。它就是它的逻辑性，从这一边能够等于那边，它的推动怎么去推论，这一边推到那一边去，等号有等号，写等号在书本里边的那种纪律等等，突然间就打开那个窍门一样，我就他很有兴趣。他其实只教了我40分钟的课，可能对其他同学一点影响都没有，可是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启发的作用。因为是中文学校嘛，当然是中文授课的。当然知道。对。对，我其实也想问你。很帅的。很帅。真的帅。他是帅成什么样？真的帅。
也可以回去看个聊天儿。这是我编的。因为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大家匆匆忙忙逃命啊，所以40年后我才来做毕业纪念刊。那我就跟他们要求，老照片、新照片，就是现代的照片，跟加上一个随便他们加什么家庭照片什么都可以，让他们自己写自己的遭遇。当然很多人联系不上就算了，但是因为这个种族的问题呢，中国人的这个名额很小，那么根本就上不了，而且我们也没有那种准备，我们的印尼语太差了，不行，所以也上不去，考不上。他旁边的这是我哥哥，他也是老师。这是哥哦，这是我哥哥，那是这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呢，其实都是本校的校友，他们一毕业又就这届就教我们。我哥哥也是这样，他还做学生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建校，这是他设计的，这个校徽是他设计的。那真是这个人设计的。还懂得这些，这也是我哥哥在讲课。那您家里边的，就是您说家里边很多亲戚都做老师，他们都是理工科的老师，都是理工科的，因为我们的经济条件就是这样，他们的本人的教育程度、教育水平最多就是念到高中，不可能念大学，要钱了，要念大学是要钱的。但是所以高中毕业呢，只能做最好的职业就是教书了，要不然就顶多做公务员。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都不爱做公务员，因为他们有几个姑姑啊，我的堂姐、堂妹啊等等，他们的英文的发音也好，方言的发音，我们说客话的嘛，他们在新加坡有客话新闻，客话的新闻，那是我姑妈做广播员的，我的堂兄是英语广播员，我的姑妈是客语广播员。城市里边很多是互相认识的，但是呢，印尼的华侨社会，我还是用华侨这个字，虽然不很恰当，这个宗派的观念很强。你是哪一个村来的人呢？你就是在那个群体里边绕来绕去，就是那个群体，所以那个群体的范围不大，所以每个人都认得每个人。但是我是梅县人，我不会认得潮州人，我也不会认得福建人或者福州人。他们的行业不一样，福建人多数是卖布的，还有另外一部分的广东人，不是广东人，客家人，那个福建的永定的客家人呢是开药铺的，所以那是另外一个分出来的不同的客家人。所以你说我们都认得，但是我们认得的是自己宗派里边的人，虽然人不能算少，不过大家都认得。最重要的是大家有一种互相帮助的这种精神，什么人需要有经济帮助的话，大家就会合拢来帮他一下，但是呢，这个也是互相有一种
监督的作用，大家的这个做事情的方法啊，比方说商人啊，比方你难听的就是有诈骗啊什么，这个都不容易做，因为大家认识，而且都知道你做什么。这个有互相监督的这种好处。自从排华以后呢，根本中国人就不年轻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华人就不会说中文了。后来他们90年代1990以后呢，苏哈多倒台以后，他们又开始学中文，当中也有的人去台湾等等去学中文。回大陆的就少了，回大陆的就到1968年为止，1969、1968为止。我是1958年毕业的。那时候这个条件就是我一直就重复的说很乱，的确是很乱。那么同学都回国，我也没有准备来这，其实是最后3-4个月才决定来的。不来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学英文，没有去补习英文，课外补习，因为我们学校是左派的，英文是帝国主义语言，我们去学它干嘛啊？对英国的文化也好，电影啊什么都不可以看的，我们不可以看美国片，那是毒片，绝对不可以看的。卡通片可以。最后几个月呢，有2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家里4个兄弟姐妹，前面3个都回去了，我是最小的。那我刚才说了，我父亲生病，我们要是回大陆去就不能回来了，不能出来了。所以我最后那几个月呢，就想来想去，这不对头，我不应该这么做。我父亲要是有事的话，我一定要能够赶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那是58年，我不知道你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怎么样。国内先是3反5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那么到了58年的时候呢，好像问题越来越这个矛盾越来越多了出来。对我们成长的时候呢，共产党人是尤其是共产党领导啊，简直是个圣人，不可能有错的，这绝对都是对的，都是大事无功无私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牢牢的灌输到我们脑袋里。那我的58年的时候就开始看见其实这个矛盾是存在的，就是那种宣传的很厉害罢了。那时候有意识到，但是一点都不了解那个详细的情况，我们能够得到的资料是非常非常有限。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那时候就要用自己的那种思考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呢，来判断，可能错也可能对，可能我来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谁知道？总之我就是一个人来，其他的人都没有人跟我来，只有我一个人来。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迟早我父母亲也是会回去的，回大陆去的。他们后来也是因为跟我刚才的说有一点像，因为国内那时候呢，首先医疗的条件可能对我父亲不适合，第二呢就是生活条件开始那时候有公私合营啊等等，国营私营搞得很乱。我父亲也是教书先生出身的人，那么教书先生最不喜欢的就是
等到你成年以后呢，就不喜欢整天的这个政策变来变去，那他受不了，所以他就比迟疑的不走，我就来了这，所以我们就四分五裂了。哥哥姐姐当时也很幸运吧，可以这么说的。两个都进一个进北大，一个清华，一个是北京石油学院。其实北京石油学院也是北大分出来的矿物学院嘛，矿物系嘛，所以他们的待遇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又在北京，所以呢，他们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很多就是，都是一种一方面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老实说都是半猜半推想的，各位，也可能对，也可能错，很难说的。那么我来到这里后呢，那可真的是靠朋友了。其实选择的这个，是有3个选择，一个是美国，太贵了。而且真的给那时候的那个学校的教育呢，美国实在是太坏了，去不得，而且第一贵，第二也真的是去不得的地方。澳洲呢，可以去便宜一点，但是我的想法是，既然我要在这个西方制度里边学习或者生活，我不如就来到最这个正统的吧，英国的这个社会来这学习。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知道哪一个学校好，哪一个学校不好，我就是想到一个比较正统的，那我就这样来了，而且也不太贵，没有美国贵，但是比澳洲便宜一点，而且那个时候澳洲还有相当严重的种族歧视，这边50年代末和58年已经可以说，我自己就从来没有经历过种族歧视，无论如何都是比较少的。我不是说没有，只是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是没有的。因为我的生活经历是比一般人简单嘛，一直都在这个教育机构里边学习，然后工作等等，那我来这呢，当时是多少学费是多少钱呀？那时候30磅，一年30磅。1年30磅，哎呦妈呀！那有奖学金吗？当时有没有奖学金呢？有没有什么奖学金？奖学金有，但是我没有份，原因是印尼呢，我是印尼出来的嘛，印尼不是大英联邦，也不是殖民地，那么那些奖学金之类的东西，只给这些那些地方来的人，我没有份，这是那么。但是我们的经济情况也不好，但是这都是很多东西嘛，都是两面的。有的你认为是好像是一个短处，或者好像很遗憾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呢又是一个好处。我再讲回，比方说在印尼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家庭的经济情况。我很小那时候还没有冰箱啊，冰橱还不是很通用，所以我隔2天就要去菜场里边买菜买肉，要是要吃肉的话，那么我要负责。我很小14、15岁的时候，我就要煮菜给，也不是很多人吃，就是父母亲跟我吃，还有一个那个在家里工作的人。我煮菜，我买菜，我煮菜，然后才上学，煮了菜放在桌上，然后才去上学。你可以说，哎呀，好辛苦啊！其实一点都不辛苦。惯了，第一就是习惯了，第二呢就是我学到了
一个别的同学没有的技能，很少同学那个时候会煮菜的，会煮菜煮饭的。我很小就会煮菜煮饭，那我非常享受我能够。我有这个一技之能，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煮菜，就是这个是一个比方。那么我来这呢，您就只身一人就来了啊？就是当时您就自己一个人？只身一个人。那么我坐船，那时候飞机贵啊，船还是便宜。坐了多久的船啊？25天。那坐船很好笑的，我一上船，我从新加坡上船，新加坡上船坐英国船嘛，来这，没有学校，来了再说。那时候，出门都很方便，只要有钱买个票你就可以来了，也不用签证，也不用什么那么我上了船以后，过一段没几个小时以后呢，就要找洗手间嘛。洗手间是什么东西？怎么去找洗手间呢？因为我是印尼的，印尼呢洗手间就叫 WC， 我们叫 WC， 但是在英国船里边呢，洗手间 gentleman lady， 我怎么知道 lady gentleman 就是洗手间呢？等了老半天，憋了老半天。你真是好笑死了，就是这样的。那是开始，都是新加坡、马来亚的人。然后他们来这边是干嘛？工作啊什么？也有什么都有，学生也有，很多公务员呢。他们的制度呢，这个英国人证明制度是比较松一点。他们的公务员，中国人就华人呢的公务员也是一年几年比方说工作了5年就有半年的休假或者3个月休假，让你来这走走等等这些，当然可能是比较高级的，但是他们都是讲英语的，我不会讲英语，所以不能跟他们沟通。就是先是看他们玩桥牌，结果我也学会了怎么玩桥，我现在忘了。桥牌这个讲数目字的东西，我还可以应付。但是他们后来我找到几个是会说普通话的，因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中文学校嘛。过了2-3年以后，也开始跟他们都有通话。他们的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我雅加达。我就是雅加达，因为我很少雅加达的人嘛，所以我是唯一的雅加达人，所以就雅加达就是你了。那来了这里后呢，我其实是有一个同学，是我的学校的同学，中学的同学。我没有跟他同学过，我们相差7年，所以他毕业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进去。但是是校友嘛，那时候，他已经在当然他已经在大学里边了，我们以为大学生真的了不起啊，他一定是很负责的。其实我现在看看我们的大学生，我才不敢相信他们呢。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以为我有他的地址，有一个大学生来接我等等，我什么都不怕了，结果他真的是到码头来接我。我没学校去嘛，怎么办呢？他后来，我一去，我马上观察到的就是在伦敦的中国学生呢，特别是我们印尼来的中国学生、华人学生，都是去玩的，都是有钱人的孩子，他们的生活费、生活程度、生活费，我是奉陪不了的。我们不可能跟他一起过同样的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根本就不是来读书的嘛，所以我们称他们为这业 A level 学生。这业的 A level 就是每年考 A level， 每年不及格。他不是要考 A level， 他就在那边过日子罢了。所以我一去，我马上就跟我的那个
我认识的同学说，我不要住在伦敦，我要到外面去，到小城市里边去上中学，上大学预科。那么怎么去呢？根本就没个一点都没有什么，没主意嘛。后来他就想到他认得一个人，他说去找他，看看他不能够带你去。那时候很简单，你不用申请，不用什么，只要开学的前2天3天，你去登记，还30磅，那个系主任要收你，你就进了；你不收你就不收你吧。那我去到那边，人家问我东西，我什么都不懂，我听不懂，但是我的想象当中，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都会看中文，所以我把我的成绩表啊什么都铺在桌上，我说那我这个是我的血迹啊。他看不懂英国人，脸皮很薄，看不懂又不敢，又不承认看不懂。他拿了我的成绩表，这样看一下，这样看一下，看来看去都看不懂。后来他只好问我带我去的那个同学，我就认识他，就是前一个晚上认得他。他也是那个学校来的，所以他带我去，介绍我进去。在 Portsmouth 南方的一个那个军港，这个人呢，曾经在这个学校读过，所以他带我去，后来这个老师呢，看来看去没办法了，他就只好问我那个新朋友，他说，你说他行吗？他跟你相比是怎么样？他说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底细，行，他说行。那个老师说他跟你一样好吗？他说一样好。那我就进去了。实际上呢，后来那个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呢，那考试成绩好得不得了。他从那边就进了帝国理工，从帝国理工就来剑桥做博士。博士以后就去美国，在加州做一个很著名的物理教授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同学不多啊，不像现在，在伦敦大家都可以说都认得。那么这个人就非常的热情或者热心，那么这样带我去呢，我就进去了。那我先岔开讲这个人的故事。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不知道。我进去了以后呢，以后就没有什么，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呢，42年以后，那是1958年的事情。等到2000年，42年以后，因为我的女儿要学建筑。我那个时候想，当然欧洲建筑不单是各色，问题是他们的建筑的这个的概念跟结构的这种怎么去木材或者石头怎么去弄，是跟中国的各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到，我带女儿去看看中国的古建筑。可是我也不知道哪有古建筑，总之带他去看看，有机会看就看吧，能够看多少就看多少。那我刚好福州有一个同学，我的8中同学，那么我就跟他联系上，我们就去那边。后来转这就跑去看沈葆桢的故居。你知道沈葆桢吗？他是林则徐的女婿，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两广的总督，去他的故居。那么在故居呢，他故居已经变成幼儿园。我去了那边，我们当然东看西看了，主要是因为要看建筑嘛。后来我女儿到处看的时候，我就跟一个打扫的老太婆跟他搭讪了，原来他才是那个房子的主人啊。
我怕他就打扫，那么讲来讲去，大家都好像很透彻、很投趣。那么他就说：“我给你看我们的家谱，就是沈葆桢的家谱。他们的家谱呢，后来我会写我的这个族谱呢，也是同样的原因。他们只是名字罢了，登记录那个名字，那一代是什么什么人，下一代是什么什么人等等。我翻了好几页以后，突然间看见我这个朋友的名字，原来他是沈葆桢的这系子孙，曾孙的曾孙了啊，了不起嘛，所以他很优秀，其实就是来源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很奥妙的，很神奇，很童话，有童话味道的这种故事。那不管了，我去到波士，虽然进了学校，问题还是因为我那时候的第一不懂语言，不知道去哪找资料，不像现在有什么电脑啊，有 internet 等等，有网络找资料怎么进大学。那时候大学要求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知道他的要求，他最低要求就是2科 A level 还有什么 O level 等等。但是我不知道的是，那个竞争的程度怎么样？比方说人家考2科 A level， 我要是要比人家强，我要是3科或者4科嘛，是这么个想法。所以呢，我就没有把时间花在学英文。我一个不懂英语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我拿了5科，人家是写2-3科，我拿5科，就这样。那么，但是其中也很好笑的故事很多。首先是居住的问题，我们的经济不是很好，便宜能够生活的地方就是那是 A level 这个青年基督叫什么 YMCA 啊，青年基督属什么教会还是什么在那边住，在 Portsmouth 是一个军港，而且很多那所谓海盐，很多海盐呢，那海盐的性质你就知道了，一辈子都在海上生活，没有家眷，而且当然没有什么钱了，所以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以后，老了以后，他们就住在这个 YMCA 里边，虽然是青年宿舍，可是他们把它当这个养老院，在那边一直养到他走。那我这样的地方便宜嘛，我就住在那边。但是住在那边有一个缺点，我就不能跟人家说话嘛。那些老人他也不要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不过呢，至少3餐，这个睡房解决了，就是这样。那么那个是一点，那个是一部分呢。在学校里嘛，因为我不会写英文，不会写英文，我就不会写实验报告。而且听课的时候呢，我也不会做笔记，讲得太快了，我写不来，我就听嘛。回到宿舍里边，我就每一行的这个英文的课本的英文字下面我都注了中文，就这样呀。事实上呢，我的学校的程度很不错，我的中学程度很不错。A level 的第1年，我跟我的高3读的东西都重叠性很高，所以教的东西我一般都知道的，而且都是数理化，文字不多，图片跟这个公式多一点。那么但是呢，我的系主任呢注意到我这个根本是一个傻子一样，在那边上课也不做笔记，也不会做实验报告。过了半年要赶我走了，因为他说我这样子呢
对其他的同学影响很不好，有很多印度人，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2个英国人，那时候我从外面来嘛，以为这2个英国孩子聪明极了，事实上呢，英国人去这个寄宿学校念书的都是在正规学校考，不能维持，不能留下来的学生去。但是我的想象中，他们真是聪明极了。不管了，那个系主任说要把我要我退学，但是好在呢，我的物理年轻的2个老师，一个教物理，一个教数学的，他们知道我的怎么说吧能力吧，他们就坚持说要把我留下来，所以我才留下来，有机会考 A level。因为那时候考 A level 一定要有学校才能够登记考 A level， 你不能私人登记，可能现在也一样。那也很好笑，就一路都是这样。那么来了1年，因为你比方说你明年要进大学，明年4月要进大学，今年的4月你就要开始申请，而且面试嘛。那么我第2年要升大学，那么那个第1年以后呢，1年以后我就要去面试，我根本都听不懂人家问的问题，怎么去回答？所以那时候没有一个学校接受我，但是我也那个时候只能申请伦敦大学，因为伦敦大学的几个学院都不需要英语，英国其他大学都要英语才能够进去，剑桥更不用说，除了英语以外还要拉丁等等。那么所以考 A level 的第2年，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学校收我，不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知道当时的那种心理状态是怎样，好像我一点都不受他的影响，就是说没有焦虑，也没有什么，好像不知道怎么样，我不知道哪来的，我解释不来。总之我考 A level 我就是这样考，结果考得好了，考得好，那几个学校，我考得好，我就又给他们写信说，这是我的成绩，你要不要重新考虑我的入学的可能性？他们个个都说来了，所以我就进了帝国理工。但是我的问题还是存在，因为我没有花时间去读英文，我都是做 A level 的课题嘛。我已经说了五门，而且5门当中有4门是 scholarship level， 比普通的 A level 更高一层。但那时候真是不知道怎么跟想法。我那个同一个房子的都是老人嘛，都是退休的老人，不觉得孤独，也这个跟我的这个有一点自闭有关，而且变成了我的保护伞。我一点都无所谓，真的是无所谓，就是这样。不过我天天写信回家，跟我父母亲有联系，跟别人没有联系。要跟交朋友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最低程度的这个绘画的这个能力，才能够跟人家问答嘛。人家我要想到问题呢，都要老半天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问人家，可是人家回答我听不懂，所以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一直都没有朋友。当然也无所谓，也是很奇怪，这个跟自闭是有关系的。那么后来考进了帝国理工呢，这个问题还是怎么样？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帝国理工的时候，第1年、第2年也是不会写实验报告，也是结果呢，也刚刚及格的，我的成绩就是及格罢了，所谓3等的及格 third class。
第一年、第二年，我一直说我总是有贵人相助。那么等到第3年，那时候大学是3年制，现在是4年。第3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分组了，有实验组，有理论组等等。那么那个老师呢，就认识到我的问题，就把我插进理论组里边，我就不用做实验了。我问题是，他很勇敢啊，这个老师真是勇敢。我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因为就在我背后，我只知道把我分进那边去了。因为要分到理论物理组的，是一般来说是全班最优秀的学生，10%的人才能够进那边，因为理论嘛，一般人都认为搞理论物理很难呢，所以他把我分到那边去，目的是我不用写报告了。也因为这样的，所以毕业的时候，我就从本来是最低的成绩的学生，后来也就变成第一容易的考出来就毕业了。那么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自己根本不敢这么想，别人也料想不到，都觉得很奇怪。那好了，我因为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成绩嘛，所以也不敢梦想说做什么研究呢？这个根本是别人的事情，我连做梦也不敢做那样的梦。但是我想，在英国再留1-2年才回去，得一点经验以后才回去奉养父母亲。那么我当时已经在这个假期，那时候已经是毕业考试成绩出来了。那么7、8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做雪糕的雪糕工厂制造厂那边工作，做一个生产线的测试员，测试那个雪糕的标准是怎么样。那个我还做得起，还能做。有寄钱，就是很少钱，在那个 YMCA 是一个星期3磅7个 shilling 6个 pence， 就是3磅1/3 3.3又1/3的这个的，就是一个星期的费用，饭住宿全部包在内。因为我知道，那个是3 pounds 7 and 6， 我们的邮政局银行，我每星期六去取3磅10个 shilling， 我自己留2个 shilling and 6来有的时候去看电影啊，或者去什么中国餐馆吃一顿，中国餐一顿才1个 shilling and 6。那么雪糕厂已经开始工作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剑桥Cavendish 一封信邀请我来参观，我当时也不知道参观是什么意思，当然高兴的不得了呢，那个简直是，因为 Cavendish 是这个全世界最高顶级的物理系嘛，所以我就来了，搞了老半天，那我要走的时候，我已经过了半天吧，一半的时间，我已经知道，原来他们是大概要看看我这个人那他们有意要留我做研究生，就是要看看我不能够应付，不能够胜任。那么这也是很好笑的事，都是非常童话般的这种故事情节。那么我跟那个系主任说，我说谢谢你们啊，这么款待等等。但是我说我有工作了，我刚刚开始1-2个星期，我不能，我说谢谢就是了啊。
他说没关系，他说小伙子你拿前面那本那个练习簿啊，那时候当然没有电脑，没有啥，他说你把这个写下来，他说，我心里面想，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再见，你要考我的听写的这个能力干嘛啊？但是因为你要想象那个等级的差距太大了，他是剑桥大学的教授，我是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学生嘛，他说什么我只是一定听话的嘛，一定听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结果我就写了，他说 Dear Dr. Walden, I'm very pleased to accept your offer 就 as a research student。 那么我当然知道我写的东西，但是那种好像入了魔一样，他好像是一个魔术师，我完全被他控制了，就一个字一个字就这样写下来，写了我把东练习那个纸放在桌上，他说把你的名字写上去，我知道了，完了把名字写上去就是这样，我就这样变成剑桥大学的研究生了，博士生了。那么他出他的房间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剑桥作为一个学生你知道因为你在剑桥一定要有学院，你做学生不能没有学院。他就说他说你现在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了，他说你需要一个学院。我说是吗？因为我没申请，什么都没有准备嘛。他说你那时候 Cavendish 还是在 Free School Lane 那边，老的 Cavendish。他说你走出 Kingsbury 有一个很高的建筑，就是你看到的前面的那个角落的，我们的学校的高的建筑，那个教堂旁边的。他说你进去什么 staircase and staircase， 他说你就有人会迎接你。帮忙你完成这个入学的手续，那就这样了，我就进来了，莫名其妙，真的是冥冥之中呢，就好像有人安排一样，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就是因为我那个老师呢，把我插进理论组的那个老师，在我背后做的这些事情。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七八月了，7、8月份一空2都完了，研究经费也已经分配了嘛，我根本就梦想也没有想到说要做研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那个能力，要做了2年就要回家了。我这个老师呢，在背后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当然不知道，他也没有问过我，后来我知道他做的事情是5、6年后才知道的。那么他就是写信给各个大学，我知道写牛津、剑桥、Manchester 他们都有信给我，所以我知道，问他们说有这么一个人，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没有空额，还有没有什么剩余的经费可以让他来做你们的研究生。那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剑桥了，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写什么东西，因为我的英语还是一样的非常有限的，因为那时候语言的东西就是根据你的需要，我因为不大交朋友，所以没有什么跟人家沟通的那种需要说话的那个能力，就只要能够读书能够考试就够了，因为是数理嘛，所以我说文字少，工程式多一点，就这样一关一关的过去，只要不需要写物理报告就行了。那么那我就在这做研究生，我就来这了，因为那个老师呢，那个系主任他是这个学院的人，他是这个学院的 fellow，
其实真正最高的系主任是这个学院的院长，所以呢，他就这样让我来他自己的学院，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是学院，什么东西都不懂，那慢慢来了一来呢，因为那时候的 MCR 很小，就是研究生的这个群体很小，人数很少，我们只有20-30个人，所以呢20-30个人包罗万象，从这个专业上来说是包罗万象，有法科、文科、历史、物理、数学，什么都有，但是大家都有一种认知吧，就是说每个人肯定是有相当好的这个本科毕业的这个水平才能够来嘛，所以呢大家有一种互相尊敬的那种态度，非常友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才慢慢的交朋友，到现在我那个时候交的一个英国朋友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本校，当然是这个学校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慢慢的学英文，但是我也不是正规的去学英文，就是从对话看文献等等，这样慢慢学来的。当然也自己要写自己的文献嘛，还要写论文等等。但是我另外一个非常幸运的，当然就是我的播导是一个非常非常，我简直我不能形容他的那个他对我的这个抚养辐射的这种的这个好，他就从头开始就一直就推我向前走。那么他自己呢，他到退休还是一个高级讲师，一个 reader 副教授吧。我呢本来是他的学生，后来我做了讲师，变成他的同事，后来我升到教授，他还是副教授，所以但是我们之间呢都是一直都保持师生的关系。我虽然是教授，他还是我的老师，他就是我的师父，从不管是待人接物什么，都是我总是向他学习的，都是从那边学来的。这个人真是我对他的欠他的真是不能衡量的。他是一个犹太人，非常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一路都是很幸运，就一直碰到好人、贵人、好人。这个呢，我这么说呢，就是有的希望，怎么说呢？就一个人的成就吧，很多都是这个外界的因素，外界包括朋友，包括你需要做什么事情的那个时间，那个机会等等，都是那些外界因素的影响，远远超过你个人的因素。个人当然你总要勤奋，总要你的表现当然是能够称得上说有能力吧，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反过来说，不是每个有能力的人都会成功的，对，这个成功的话，你要配合很多东西，不单是自己，还有外界的。那外界有一方面也是跟你自己有关，就是你怎么待人接物都是有关系的，